各位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很感恩大家来参加我们线上的读书会。那今天晚上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灾问》第14集。我们已经讲到第14集了啊。如果以平均一集呢回答10个问题来算呢，我们已经回答了140题了，也算不少了哈。现在呢，有时候呢，周六早上呢，我也有主持一个英文共修会啊，其中一个1小时的问与答的单元呢，啊，这是专门为受英文教育的志工们呢开辟的一个共修会啊，里面都是用英语来交流的啊。还好呢，平时呢，我不只是做中文笔记啊，我也做英文笔记啊，否则呢，真是会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因为里面你很多的那个佛法的专有名词啊，除了《史记》之外呢，别无他法啊，所以呢，我也是很珍惜的啊这个英文共修会的这个学习机会哈啊，因为还有很多比较专有的佛法名词呢啊，还是没有背到的，也是要学习去把它记起来。那英文的提问呢啊，跟中文的提问哈，其实都差不了多少了哈啊，那1小时呢也是不够用哦。那可见呢，人生问题啊千万种啊，人生疑惑呢万万难呐啊！所以我曾经就有一个体会呢，那我把它用这个4句联把它写下来啊，叫做心疑起问题啊，心悟则不迷啊，转境乃心悟啊，境转至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变菩提啊！所以呢，只要问对了问题啊，问对了人呐，正确的答案就出来了。哦，找到正确的答案呢，就能破疑解惑啊，茅塞顿开啊，叫做惑障捐除啊，这是《法华经》里面的经文呐啊，叫做惑障捐除啊。那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呢，就会一知半解，无所适从啊。叫做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如何借问题来转迷成悟，让问题变菩提。好，第一题啊，有人问啊，人们常认为啊，如果自己是对的或有理的啊，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假如一直容忍别人的过错，这样会不会好像是在鼓励呢？他继续犯错呢？哦，这个是常常有的人有这样的疑惑了啊。其实呢，当我们在理直气壮的时候呢，很容易呢得理不饶人，因为坚持自己这是对的嘛，强词夺理的哦，这样很容易造成什么彼此的对立啊，冲突跟结怨的。尤其呢，理直气壮的时候，脸色一定不会好看的，声色一定不是好看的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争一口气，祸事临头了啊，彼此结不好的缘的啦。做人要讲理，那个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理性有余啊，感性不足啊，就很容易造成什么？理多情就薄啊。虽然很讲理，也很理性，但人总是感情的动物嘛。你只讲理不讲情呢，会变成没有人情味。整个人硬邦邦的，不是很有理，但是没有人情味啊，当然了，讲理好过不讲理嘛。然而，如果能做一个不只是是对的人，而且也能够做一个慈悲的人，这样就是什么理直气和、得理饶人的人啊！不但自己有受人家尊重的涵养啊，同时呢，也会到处结好缘啊，甚至呢化干戈为玉帛啦啊，就是化解恶缘结善缘啊，以解不以结啊，意思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包容或善解别人的过错呢，不代表对方就会继续犯错啊。我们也应该不会说犯了错被人家原谅啊，而好像得到加持一样的继续犯错下去，我们应该也不会这样子的，对不对？会犯错呢，
或一错再错的人呢，基本上是能力不足跟习气使然呢，不是故意的啦，是能力跟习气的问题。他没有能力改善自己。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没有能力改善自己啊，习气还是很多啊，对，一样的道理嘛。对，一旦犯错了，人是这样的，一旦犯错了，自己也会觉得很懊恼、很内疚啊。没有人会觉得说做错事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没有人会这样子吧？哦，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可能会不小心而犯错。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呢？啊，以这样的同理心去换位思考，就能很彻底了解这个道理啦。对，我们也会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对我们？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去对别人嘛？啊，就是同理心嘛。将心比心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啦。啊，从同理心的角度去思考事情的时候，啊，人心比心就会更贴心呐。啊，好，第二题，请问你是如何看待工作跟休息啊？问的这个题目好像很简单呐，哦，可是里面呢，这个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啊。工作跟休息呢是要搭配得宜啊，身体才会永保安康。跟机器一样嘛，你操作这个机器，什么时候要操作，什么时候让它休息，什么时候要保养，什么时候要换零件，时间到了换零件，也一样的道理。只操作这个机器，但是没有去保养这个机器，只开这个车子，但是不保养这个车子，早晚有一天车子会故障在道路中间，你要推车子就很麻烦了啊，一样的道理。以前的人呢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白天上班工作结束了，傍晚下班就要回家休息。相反的，如果大家白天在工作时，你在家里睡觉休息，人家晚上在睡觉休息，你却在工作，这个的生活作息叫做什么？阴阳颠倒了，对身体很不好。这个是在强害或摧残自己的身体了。有些人是这样的工作性质，但是很辛苦，身体不好。有些人啊，尤其是修行人啊，为何常常是常保神清气爽、心清安详呢？就是因为他的作息正常嘛，生活很规律，这个是修定的基础。你要有定力，你要有定功呢，这个生活规律，作息正常，这个是基本条件的。阴阳颠倒的人生呢，这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乱的情境里面。这个跟定啊是背道而驰的了，定不定就是乱的嘛。但是真正的休息要注意哦，真正的休息呢，也不全然是都待在家里啊，不做事情，躺在床上，不是这样的，而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这个道理呢，很容易了解。举个例说了啊，有些人呢，周一到周五工作非常忙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都很忙碌嘛，甚至晚上还要加班都有可能的。那照理讲呢，好不容易碰到周末周日，应该要在家里休息啦。可是他不休息哦，他反而去爬山、去打球啊，去塞车、游山玩水，那个也是很辛苦啊，塞那么久也是很辛苦啊。但是他不觉得辛苦啊，他不觉得累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喜欢做的事情，即使身累，但心不会累嘛。对，最怕是做不喜欢的事情被勉强啊，那个呢，即使身不累，心累了，那也是累啊。那心不累呢，就得到休息的效果了，就得到舒压的效果了啊。人最怕是什么？是心烦跟心累了。一旦心烦或心累呢，即使躺在床上休息都很累。所以最好的休息呢，就是转换工作情境啊。像刚刚讲的嘛，1到5工作这么忙碌了，6日还要去发放，还要去做志工。打扫环境，在老人院里面打扫，甚至有的还参加，还跟公司请假
平常工作这么忙碌了，还请假1个礼拜去看灾、去赈灾、去发放，还打扫灾区，那个不是更累吗？但是他不觉得累，他觉得很欢喜、很充实、很有意义啊。那个就是转换工作情境，就是修行。他不会说赈灾完了去工作好累哦，不会，士气如虹，他的身心得到很好的调试，透过这个志工工作得到很好的调试，很好的抒压。这个转换工作情境就是最好的休息啊。好，第3题，为什么别人犯错都不必改？我犯错就叫我要改？这个不只是修行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想法了啊。为什么他错他不改？我没错，我是受害者，为什么叫我受害者改？常常有这种问题啊。别人犯错呢，要不要改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犯错了要不要改那是我们的事情。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犯错不改，而自己也跟着学犯错我也不改，这一码归一码嘛，啊，人家不吃饭你也不吃饭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嘛，啊，两个不要牵扯在一起啊。就好像呢，先生没有能力改好，而太太也故意学着不好，这样就是烦恼自己找。对，尤其呢，当对方犯错的对象是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受害者，那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要先改啊。有人说这个很没道理的，你是受害者，你为什么不是他改是你改呢？啊，怎么叫对的人先改？啊，对方错的人应该先改才对啊，不是吗？啊，这是一般人的想法，这是凡夫的见解。啊，如果你想心智成长、提升境界的话，就提醒自己，要成佛的人先改，先改的人先解脱。我们先改是因为我们想止息纷争，不想跟对方纠缠不清、牵扯不完了。我们先放下，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放下啊。以前有讲过嘛，可以赢，但是不一定要赢啊；可以胜，不一定要胜嘛。对，让别人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啊，这是功夫啊。那有人会疑惑，我都不是犯错的人，我要改什么啊？会有这个疑问嘛？啊，我犯错，我改，那我要改什么？我没有错，我要改什么？这个改呢是广义的解释，就是转念，不只是改错误、改习气，不只是这样。这个改的意思就是转变、转念的意思了。哦，因为心念一转，海阔天空嘛。哦，刚刚讲嘛，让他赢有什么关系？让他赢不代表我们是输嘛？对，输赢要先输才会赢啊。吃亏也是一样啊，表面上是吃亏，其实是占便宜啊。对，这样才是真正的高手啊！哦，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改就是转念的意思，不是只有狭义的说我改我的错，改我的习气，不是这样子的。好，第4题，我听到佛法时呢，会很喜悦。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呢，碰到逆境考验时呢，还是会不知所措。请问这个要如何是好？有的人是这样子吧？这个志工团体里面都有这种问题的哈。其实不是志工团体，一般人都有这种问题啊。好，闻法的时候会很法喜充满，但是碰到问题时却不知所措啊，变成听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叫做呢所学非所用啊，所以才说要什么依经入道，以解导行。菩萨道的这个8个字很重要，这是行菩萨道的理念啊。依经入道就是把你所听的经跟你所闻的法啊，用在菩萨道里面，用在人群中，用在生活中的意思啦。那以解导行呢，就是以你所了解的佛法跟经文呢，导入行动之中，跟行动结合起来，两者都是强调什么？身体力行，学以致用啦。所闻的法能够用得出来，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用不出来，那个佛法的价值是零啊！听那么多经，闻那么多法，
却一点都用不出来。这个叫做满天是金条，要抓是没半条。所以箴言上呢，用很简单的一句话呢，来提醒这些志工们：对的事情做就对了，不是三思而后行，两思就好。想太多做不下去了，顾虑太多做不下去了啊！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来讲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这句话是不是也有它对的地方，也有它错的地方？想太多，有时候事情做不下去了。所以，既然是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再思可疑，想一遍，再想对的就做了啊！不要再想太多，做不下去了。这是行动纲领的啊！对的事情做就对，这个是行动纲领。先从小事做起，因为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啊！这样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事去印证天下理，以自己所做的人间俗事啊，去印证了诸佛妙理。持之以恒做下去，早晚会看到效果的啊！所以加油啊！好，第5题，虽然我精进文法，但是呢，还是去除不了自己的烦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否还不够精进呢？这个如果自己还有自觉说，认为自己很精进，可是碰到问题，自我反省，觉得好像还不够精进，那你就继续精进嘛，对不对？所以精进这2个字呢，解释大家都很清楚，精就是不杂，进就是不退。所以精进的人只能讲比较不会停退嘛，因为进就是不退的嘛，对。所以比较精进的人只能讲说比较不会停退，但不是绝对不会停退，因为菩萨道不退转的必备条件呢，不是只有精进而已的，精进之外还有很多啊，不是你精进就不会退转，还有很多要条件都具足。好，像发心如初不会退转啊，心中有法也不会退转，做的欢喜也不会退转，道心坚固也不会退转，一门深入也才不会退转，等等。成功是很多因素的结合啦，不是单一的因素。精进的人呢，虽然比较不会停顿，但不保证烦恼去除哦。因为解脱烦恼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功课，所以呢，早晚课或参加法会啊，最后我们都会念回向偈嘛，来发愿嘛，愿消三障诸烦恼，不是吗？哪3障啊？烦恼障、业障、果报障3个。烦恼无尽誓愿断了，不是吗？凡夫很多烦恼断不了啊。这个烦恼障，刚才讲这3障哦，3个障。第一个烦恼障，就是见思惑的惑障，疑惑所带来的障碍啊，见思惑的惑障。简单讲就是什么？我执跟我见，我执跟我见也是一个障碍啊，自以为是那种的。那业障呢，就是过去生所造的恶业种子，在今生今世呢，频频出现而障碍我们，这个叫业障啦。那果报障呢，是生在没有佛法，果报障是生在没有佛法可听闻的地方，也就是《地藏经》所讲的边地受生报啦。什么意思啊？投胎在没有受教育的地方啊，无法受教育的地方，或教育水准很低落的地方，或投胎在外道的家庭里面呢，不允许我们听闻佛法，你想听他就障碍你，不可以，或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到，又没有点字设备或手语翻译，没有，听不到看不到，无法看见或听见佛法或佛经，或身体被关起来了，即使附近有人说法，我们也听不到，因为身不由己被关起来了。这些等等，这些都是果报障，听起来很可怕，但也很感恩呢。我们佛法难闻啊，经已闻啊，名师难遇，经已遇啊，菩萨道难行，正在行啊。所以我们说法、传法或弘法，就是尽量要设法呢，使这些没有福报
来听到佛法的人呢，有机会听到佛法，就是果报障；没有机会听到佛法，就是果报障。来，我们对他们说法、传法、弘法，就是要减少这些人的果报障了。果报障那个《回向记》最后一句不是“世世常行菩萨道”吗？对，他不是讲今世常行菩萨道，他是讲世世常行菩萨道，不是讲今世，是讲世世，世界的世，告诉我们什么？要消三障诸烦恼，不是今生今世的功课而已啊，是生生世世、累生累世的事情，所以还要精进再精进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大家互相勉励啊！好，第6题，佛陀教导的法虽然是众生平等啊，但因为每个人的根基立顿不同，因此呢，受益跟受益的受教的程度呢，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我如何能从小鸡进步到大鸡呢？这样的问，这个问得很有深度哦。这个证严上人曾经开示说能够入菩萨道的人都算是大根基的人，讲这句话。所以能信愿行而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这个不容易啊！佛陀的弟子们从小乘要进入大乘，从声闻缘觉要进入菩萨道，你看多困难啊！所以我们已经入菩萨道了，老实讲，这个也很不简单的。所以上人才说，在菩萨道走入菩萨道就是大根基嘛。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佛陀对小根小基的人呢，说声闻缘觉之法，讲这个小法；大根大基的人呢，佛陀就说什么一乘真实法，无上甚深微妙法。讲《法华经》，菩萨道的菩萨行，去行动。因缘成熟与否，这个也是跟每一个人的根基有关呢。同样一个因缘大根基的人呢，看这个因缘是成熟了，我要把握因缘了。那中下根基的人呢，他不一定觉得是成熟。这个大家可以去好好体会。同样一件事情，我认为要赶快把握，不把握会消失掉。他不觉得很重要，他觉得这个没什么。这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啊，所以大根、大基、大信心的人，才有可能接受大乘法。佛陀讲方便法讲了42年，这段期间呢，未显真实，都没有讲到真实法。本来是要以一乘法来度化众生的，但是众生的根基呢不整齐，所以佛陀只能什么随机说三。经过42年的随机随顺众生之后呢，佛陀感觉方便法的力道不够，必须加入真实法，必须入真实法，加强这个力道不能只有听经闻法而已。你还要什么行经用法，去行动去用所以第42年开始呢，才开始走入真实嘛。目的就是要这就要启发更多大根基的人有机会来行菩萨道因为大根基的人呢，就要用大法来教化嘛，小根基的人就用小法来教化嘛所以基若大法就大，大基受大法了，小基就受小法了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就好像大棵树要以大桶水来浇灌，因为树这么大棵，你用小杯的水怎么浇大棵树就用大桶水来浇小树苗就要以小杯的水来灌溉就好，大桶水会把它淹死小树苗就是用水杯一点一点把它滴进去，但大棵树大桶水浇下去同理呢，要承接雨水下雨的你要承接雨水，对不对？容器小的呢就装的很少嘛，你拿杯子去装雨水当然装的很少可是容器大的，我用大桶子去装雨水的话，那我装的多嘛。大容器就是譬喻什么，能承载三乘的一乘大法，也就是什么惠山皈依的大白牛车
可以载更多的人呢，不是载1、2个而已啊。这是大法啊，这个大机才用大法啊，所以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我们如果走入志工哦，不过你要有信愿行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如果你没有信愿行的话，只是做志工，只是在布施行善，那个还不叫做行于菩萨道上哦。行于菩萨道上有3个条件，就是信愿行，这个要有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是大机的人啊。好，第7题哈。很多人在修行之后呢，反而逆境连连呐，或是遭受周遭亲友的嘲讽跟阻挠，障碍很多了，这是为什么呢？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会有这种问题哦。学佛入人群做志工之后，碰到很多问题，其实你没有入人群，还会碰到一些问题，还不是一样啊？你到哪一个团体里面都是凡夫，大家都会你磨我，我磨你啊，都会这样子啊。好，如果修行之后呢，反而感觉逆境连连呐，障碍重重啊。如果我们这样子想的话，那这样谁还敢修行？你可以跟人讲说啊，你走入修行之后就会碰到很多问题、考验、磨练啊。那这样对那些初学佛的人，谁敢来修行呢？那我不要修行，我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嘛。我为什么要修行？要碰到这些问题，没事找事干啊？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就跟有人说啊，发愿之后会有很多的模考。那这样讲的话，谁敢发愿啊？或者说，哎，我行善，我当志工行善之后呢，反而生活很穷苦这样谁敢行善？这样讲都是不通，都是不对的啊。发愿之后跟模考来了是两码子事，是2件事情，不要把它牵扯在一起。行善已经行善了，但是还是很穷苦，也是2码子事。不是因为你行善才变成穷苦的，那你这样你去行恶，不是难道要去做恶吗？不对。修行想学习之后呢，反而逆境连连呐。那个意思，那这个意思不是说那不要修行就没有这些逆境了吗？对不对？这个是逻辑错乱的，不对。以前我去马来西亚宣导这个茹素斋戒讲这个斋戒的事情，演讲完之后呢，一位大德跟我分享他说：“刘师兄，我的一位亲戚也是吃素10多年了，最后往生呢。”听他这样一讲，我感觉到很奇怪照他这样讲，意思好像他的这个亲友是吃素才往生的，对，这个逻辑错乱，不是这样子讲的啊。照他这样讲，那好像吃荤的就不会往生了，对不对？这是似是而非的错乱的逻辑跟论调，对。听他这样讲，好像就是因为他的亲友往生是因为吃素，怎么会这样子？这个逻辑有问题，不是这样子讲。修行会碰到逆境，或学佛之后会碰到障碍，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各有它的因果，不能混为一谈而不清不楚，否则会误导人心哦。要了解因缘果报的道理啊。有一句话说：“恶人作恶却享乐，善人行善却穷苦。”就刚刚讲的嘛，行善还穷苦嘛，对。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恶人作恶会消掉他过去所造的福报嘛，对不对？你作恶就会消福嘛。但是如果他过去生是造了很多的福，即使他在今生今世消掉了他90%的福报，过去所造的福报，他只是在享受他过去遗留下来10%的福报，他就已经比你我好命了呢。他造福太多了嘛，10%就已经很享福了所以表面上我们看他虽然作恶，却依然在家道很兴旺，道理在这个地方。不过如果他继续作恶下去，最后连这个10%的这个福报都把它享受完了，那福就尽了嘛，悲就来了嘛，灾厄就临头了嘛。好像你银行的存款本来很多你都不用赚钱就可以用可是一直用到最后，银行钱用完了，没有钱了，就变成负债了
你一边要支出，一边又没有收入，那当然都负债了嘛，一样的道理。有些人呢，虽然少年得志呢，生活很优渥，含着金汤匙出世了，但是呢，无常现前呢，而致家道中衰啊，甚至富而不治则衰，很富有但是没有智慧，富而不治则衰，道理在这个地方。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哈。善人行善呢，会消掉他过去生所造的业障，对，我们行善就会烧掉过去的业障嘛，消业障嘛，行善嘛。然而，如果他过去生的余业或余殃太重，他过去造的业太重了，虽然现在正在行善，但是如果善业累积的不够多，你都是小善，以前做的是大恶啊，小善没办法抵大恶啊，这福报还是很难现前。你虽然在行善，但是还没办法现前，所以你还要积极的行善，持续要加累积啊。他如果继续持续加累积的话呢，那善业不断的累积，虽然是小善呢，但积小善，对，小钱行大善，小善一直累积变大善的嘛。终有一天关键时刻，一善破千灾，因为你已经累积到那个程度了，银行存款很多了，本来不多，后来一直存了很多的，这个钱善款这么多，你就可以去做很多的大的善事啊，就可以消到很大的恶报啊，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从此呢，否极泰来，以前生活不是很好啊，命运也不是很好啊，后来呢，累积福报够了以后，否极泰来，逢凶化吉啦。我们生活中这种逆转人生的例子很多啦。好，第8题哈，当我在做志工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人事问题跟各种挑战，我都会提醒我自己要容忍，要精进，这样也能暂时的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可是呢，时间不久以后呢，这一种的烦恼又来了啊，暂时而已啊。请问刘师兄，您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最能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的话是什么？哇，这个想立竿见影啊，吃特效药哈！你给我讲几句好话，我就可以消除烦恼，没那么容易的哈。好，一边做志工，一边闻正法，这样才是福慧双修啦，也才能悲智双运啦。入人群才有机会碰到人跟事的考验，这是菩萨道的修行的方式，叫做借事练心，借境修心，随处养心。人群中啊，万一不幸见到恶色，声色不好啊，闻到恶声，那就要学习什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见而不见，闻而不闻这种功夫了啊，不是刻意不见，也不是这故意不听，不是，是念起不随，生而无助啊。这句话也是很好，要把它记下来，把它用出来。念头起来了不跟着它，念头升起来了不执着在那里，无助就是不执着在那里。这个就是《金刚经》所讲的什么？大家都朗朗上口嘛，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大家都会念口号是呱呱叫，但是行动是不对号，做不出来，不容易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因无所住是什么？是身在红尘中，在人群中，不受红尘中的困扰。这叫因无所住，这无所住的意思啦。生其心是什么意思啊？入人群，入红尘，不但不被人事问题困扰，还要反过来妙用它来救度人群中的众生。这个就生其心了生其心的这个心呢，就是什么？这生什么心呢？生起慈悲心跟智慧心。所以这句话意思是这样子的。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破解人事问题跟烦恼的修行理念。这个功夫一定要练但是也不是说刚才讲的立竿马上学马上就会了刚开始可能会比较困难，但是时间久了，就会把世间的人事物
看作是演戏嘛。以前我们有讲过这个菩萨游戏人间就是演戏嘛，对。如果很透彻了解自己是在菩萨游戏人间，就会很用心的扮演好每一天我们自己的角色。如果很清楚，我今天出去当志工了，我今天要入人群了，这个都是菩萨游戏人间，我都是在演戏的。那你就有这样的信念，就比较不会受到利害啦、得失啦、你我啦、是非啦等等的影响，而烦恼不已了，就不会了。想法已经不一样啦，因为演戏呀，戏演完就结束啦，就没事啦，不是吗？问题呢？这题问题有提到说，面对考验跟挑战，有什么话可以让心平稳下来？当然，把这些智慧法语，把这些智慧法语呢记下来，当做我们的座右铭，常常去把它记下来，记得滚瓜烂熟，然后把它用出来，慢慢把它用出来，用得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智慧了嘛，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警惕我自己的话，如果说智慧法语太多了。因为佛法里面智慧法语太多，包括《论语》啊那些好话，古圣先贤的那些励志名言太多了，你知道？这满天是金条啊，但是要抓没半条啊。现在要怎么样？满天是金条，要抓一两条，一里通万里彻啊。那下面有几句呢？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参考了。这是我自己一直强迫自己呢，要把它记得很熟，然后。用在生活中了，虽然不敢讲是全部都做到100%，但是至少目标很正确啦，慢慢一步一步走向正确的目标。这几句话大家可以参考啊。心迷就陷入困境，心悟就以心转境。心迷则问题艰深，心悟则答案简单。心迷则是非变烦恼。心悟则是非变教育，心迷就会苦，心悟就自在。心迷万境转，心悟转万境啊！这些智慧法语呢，不只是要记下来，随时鞭策自己把它用出来这就是武功秘籍啊！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啊！好，第9题，当我们在向一群朋友讲佛法时，有些人会说我们在向别人家洗脑，这个要如何去面对这个困境呢？这个弘法跟传法是在启发一个人的正念跟善念，是一件很庄严神圣的事情。如果把这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人心呢，用洗脑这2个字来把它污名化，那这样也是一种谤法。毁谤佛法也是有因果的，把导正别人的观念或充实别人的知识当作洗脑来形容，那这样的话，那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那些老师跟教授们，那是不是都在对学生们洗脑呢？我们不会说老师在帮学生，老师在对学生洗脑，我们不会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没有人会说老师在对学生洗脑嘛。学习佛法要心存恭敬，所以要讲启慧，不是洗脑，启慧，让你转迷成悟，让你转世成智，开启你的智慧，启发你的悲心。这样讲不是很好听吗？为什么要讲洗脑呢？对，不要讲洗脑，要雅言正语不要把一句话讲坏掉。所以说话也要学习嘛，以前我们有讲过嘛，对不对？好，一句话不要把它讲坏掉讲启慧不要讲洗脑。好，第10题，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或化解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念经或做法会能消除业障吗？能化解一切接踵而来的不幸事件吗？以前我们也曾经讲过解答过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消业障怎么消了那不同的法门不同的做法但是我们是讲菩萨道里面的消业障的方法正言上人曾经开示过上人说
有人认为自己业障很重，就想透过法会或者做忏来消业障。其实这只是一个结安心的缘而已啦，没什么作用啦。当然你要做，不能说这个不对不好啦。不过呢，你要了解究竟之法是什么。你参加法会做忏，你参加得很欢喜这个安心缘而已，你心里很安心。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意思就是说有做没做都差不了多少，你做也是白做的啦，意思是这个意思啦。这是醍醐灌顶的开示，意思是有做跟没做差不了多少。其实这种意义不大，也没有什么作用的事情呢，现在还是很多人一直在做。所以为什么说要正知正见，佛知佛见，要入一乘真实法，不是入方便法，要入真实法，直指人心。如果你是一个正知正见的人，或者正信正念的佛教徒的话呢，听过上人刚刚这个开辟的开示，精辟的开示呢，你就不会再这样子做了不会怎么做？你不会再去烧金纸啦，你不会再求神问卦啦，对，烧金纸可以保平安发大财的话，那个卖金纸的人自己烧就好了，干嘛卖给我们呢？对不对？那些离婚的人，当初结婚没有看日子挑时辰嘛，也是有啊。对，消业障也可以用广义的角度来解释。什么广义的解释呢？道理是这样子人家赞叹我们，那是帮助我们，对，鼓励我们嘛，对。诽谤我们也是在帮助我们呢。再大的冤枉误解，都是在帮我们消业障。越大的诽谤，消的业障就越多了。不是讲随缘消旧业吗？佛法讲的随缘消旧业啊，就是如此啊。能有这样的正念，也是在为自己消业障啊。随缘消旧业嘛，对。那一念心转，万境转啊，万境都转了，业障也是跟着转啊。这就是什么？慧从善解得自在，服从做中得欢喜的道理。所以必须先把业障消除，障碍没有了，才能继续招感福报。所以呢，那业障要怎么消呢？不是靠法会做忏嘛，刚刚讲嘛，是靠自己勤耕福田，广行布施，以自己所造的福去消自己所造的业。自耕福田，自得福缘啦；公修功德，婆修婆德啦。自耕福田，自得福缘，意思就是这样嘛。那这样才有可能以福转业啦。所以证严上人在他所著的《法譬如水》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要用智慧处理业障，不是用迷信，要用智慧去处理我们的业障，才能有效的转化业障。那如何用智慧处理呢？这是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接受它，而不是排斥它。逃避不一定躲得过，面对不一定最难受，所以你要用欢喜心跟感恩心接受这些业障。消业与消苦之道，唯有上人讲的消业与消苦之道呢，唯有甘愿。如果不甘愿，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指业障而言呐，所以用感恩心跟欢喜心接受业障，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智慧的消业之道。一般人碰到业障来，都会叫苦连天呐，抱怨很多啊，很埋怨啊，很无奈，是这样子吗？那除此之外脾气也是一种业障。我们爱发脾气，脾气也是一种业障脾气来了就是业障现前。广义的解释业障的广义解释消业障，要消除这种业障，就要忍住脾气，因为脾气一发泄出来，就是百万障门开嘛。有学佛人都有学过这句嘛，对不对？一念嗔心起
百万丈门开啊，嗔就是嗔怒啊，发脾气啊，所以可以忍住不发脾气，这样的人也可以消业障啊，这是广义的解释消业障了，不能用狭义的解释而已，那个格局就很小了。我们要格局放大，原来消业障这些都是可以消业障的。这样才会彻底解决业障的问题啊！好，以上所讲的都是消业障的正知正见，要让这样子的正知正见呢铭刻我心啊，我们才有可能有效的消除业障，活出自己清安自在的人生啊！好，我们今天问题回答完了希望各位能够从中受益啊！那在这边我们就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感恩大家，再见。